大家好，截止到现在，中国队以及中国香港队一起共获得15块金牌，其中中国队获得金牌13枚，暂时高居金牌榜的榜首。第二名的美国队共获得9枚金牌，台湾省的中华队目前还是0大。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南朝鲜队获得了7枚金牌。我觉得南朝鲜和台湾比较有可比性，因为都是目前暂时分裂的一部分，而且都得到美国的照顾，都属于西方选举制。但为何台湾的体育如此拉胯，而南朝鲜的体育却非常强呢？不知道台湾人反不反思？目前看来，法国、英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的体育都算比较强。德国作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就比较尴尬了，目前仅获得2枚金牌，确实有点大跌眼镜。印度目前仅获得3枚铜牌，成绩不佳。这个世界上最要面子的，你们猜是哪个国家呢？是中国吗？显然不是。那是哪个国家呢？我觉得应该是丑国。与往常一样，该国独树一帜，因为他的金牌不是最多的。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即为了他在各方面想做老大的霸权心态，他硬是把金、银、铜牌大杂烩，然后按奖牌总数搞了一个丑国排名，这样他就高居榜首了。我们看这是 CNN 搞出的排名，中国队屈居第3。据我所知，目前好像只有丑国这么排名的。奥运会官网都是按金牌数来排名，如果像丑国认为的金、银、铜都一样，那还需要设1、2、3名吗？所以说丑国干什么都喜欢自己制定适合于自己的规则。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中国小将潘展乐赢得了100米自由泳金牌后，现场发表赛后感言，就是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那种样子，能说吗？真的，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被英国《卫报》这样进行了报道，说潘展乐指责澳大利亚和美国游泳运动员有悖体育精神。但是我看了几遍潘展乐说的话，我怎么没听出是指责，而是在陈述被冷落及对方恶意挑衅潘展乐的教练呢？难道陈述一件事，也就是某些西方人很不友善，就变成了潘展乐指责了？还让不让人说话呀？英国《卫报》这不是赤裸裸的旧日殖民者的嘴脸吗？像之前我们第一天4乘1字节游完以后，我在下面跟查尔莫斯打招呼，他一点都不理我。包括美国队的阿雷克，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在岸上，他那种滚翻直接往教练身上溅水花，就是感觉有点看不起我们那种样子，能说吗？真的，今天终于把他们所有人都拿下了。对于我意义不太大，因为生活还得继续。然后对于我们国家这枚金牌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是我中国人第一次在另一个项目上突破历史，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I love swimming. I love being a part of these amazing races, and I think tonight seeing a 46.4 second 100 freestyle be swum next to me, I think the goalpost has definitely been shifted. That I've got to train harder than ever if I want to be competitive in that event. 目前该短新闻被《卫报》挂在油管1天了，点击量将近50万，说明关注度挺高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怎么看吧。第一条评论，他没有指责任何人，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甚至先征求了许可，一个谦虚而聪明的年轻人。好，我们看下条评论。如果你懂中文，他向中国记者抱怨其他运动员在训练期间对中国工作人员有点不尊重，抱怨和指责是2码事。但不知何故，《卫报》不得不把这件事炒作成新闻来吸引眼球，这是误导。下一条评论，为什么美国不制裁所有中国游泳运动员？这样美国游泳运动员就包揽所有金牌了。下一条评论，指责太不要脸了，《卫报》。好，我们继续往下。
破纪录、破世界纪录并不疯狂，疯狂的是：一，潘展乐以0.4秒之差打破世界纪录，之前的破纪录都只有几毫秒；第二，潘展乐以超过1秒的成绩碾压所有对手，在短距离比赛中，这真的是太疯狂了；第三，潘展乐和整个中国游泳队都接受了大量兴奋剂检测，这严重影响了他们的休息，但他还是以如此大的优势获得了第1名。好，我们继续往下。西方人看不起亚洲人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还是祝贺潘展乐。下一条评论：他们在本届奥运会上接受了多次兴奋剂检测，是最干净的了，是展乐的成就了不起。好，继续往下。这是《卫报》，对于拥有3流记者的新闻机构不能抱有太大期望。下一条评论：他没有指责，而是在得到记者允许后说出了自己的感受。下一条评论：有谁还会对澳大利亚人这样做感到惊奇吗？下一条评论：无论别人怎么说，你都是最棒的，来自德国的敬意。我们看下一条评论：这是一个19岁的孩子，如果他来自其他任何国家，他都会立刻成为明星。继续往下看，澳大利亚人和美国人呀，毫不意外，澳大利亚运动员的行为举止出了问题。继续往下看，最重要的是他赢得了金牌，就这样。事实上，中国游泳运动员要比其他选手多接受4倍的兴奋剂检测，这恰恰说明他们必须付出4倍的努力。这一直是中国人的职业操守，那就是默默训练，让结果说话。下一条评论，标题的措辞太有卫报风格了，祝贺潘展乐。下一条评论，我确实看到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的游泳运动员对中国游泳运动员冷眼相待，这太明显了，缺乏体育精神，令人羞愧。这是西方领导人无情抹黑中国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领导人说的话会产生后果。德国只是补充，我觉得西方媒体的洗脑比他们领导人说的话效果更恶劣。好，我们继续往下。白人优越感呼之欲出。继续往下看，别做输不起的人，中国好样的。我们继续往下。祝贺潘展乐，把其他选手的负面反应作为燃料和能量，赢得更多奖牌和创造更多纪录。我们看下条评论。看到这段视频后，我取消了《卫报》的订阅，荒谬的新闻。我们看下条评论。恭喜潘展乐，为你骄傲。潘展乐的评论不过是以一种尊重的方式描述了他的经历，没必要这样酸溜溜的曲解他。我们继续看。潘展乐说，在他试图向查尔摩斯打招呼并被忽视，然后那位美国游泳运动员可能故意向他的教练泼水。他在一次较长的采访中说，他不是100%确定，但他觉得那里有仇恨，但还不能完全确认。好，我们看下一条评论。我相信潘展乐的观点，不明白《卫报》为何要大做文章，他到底想从什么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有人知道男子100米自由泳是游泳比赛中竞争最激烈的比赛，现在潘展乐把它拿下来了，行动胜于雄辩。我们继续往下看。我相信潘展乐说的是事实，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女子10米双人跳水的颁奖仪式上，请观看视频。我们继续往下。他只是表达了自己的感受，甚至还问了是否可以说出来，这怎么会是指责呢？这是糟糕的新闻报道，卫报应该为试图散布仇恨感到羞愧。我们看下条评论。这就是西方与东方的文化差异，西方的傲慢和虚伪与东方的谦逊和善良。下条评论。祝贺他，他为自己和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功。下条评论。澳洲袋鼠打翻了醋坛子，不能接受银牌或铜牌。下条评论。不值得你关注，小潘。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还在接受失败，继续前进，享受胜利吧。下条评论。如果不是因为肮脏的针对中国运动员的反兴奋剂手段，
他们将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更多金牌。下一条评论，你说的对，现在看看菲尔普斯，就知道他之前的比赛中是否服用过药物。美国队平均患有哮喘，这太荒谬了。一群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哮喘病代表参加体育比赛，时间会证明一切。下一条评论，我生活在西方国家，我对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行为感到非常失望。无论谁付出了努力并取得了成就，都应该得到认可。潘展乐的成就非常了不起，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获得了11枚金牌，表现非常出色，祝贺中国和中国人民。德国之士说明，目前中国队已经获得了13枚金牌，中国香港队获得2枚金牌，所以总共中国队获得15枚金牌。好，我们继续往下。西方游泳运动员自认为是最棒的，却在自己的比赛中被击败。世界是公平的，体育与肤色无关。明白了，来自新加坡。我们再往下看，白人的自尊心肯定受到了一点点伤害。下一条评论，祝贺潘展乐继续大声疾呼。欧洲人习惯了胜利，习惯了没有强大的竞争对手。现在你代表中国出战，并打破了世界纪录，你会遭到前冠军的嫉妒和震惊。从现在开始，这是一个勇敢的新世界。好，我们继续往下。中国，请继续发光，不要理会这些充满仇恨的西方老外。好，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继续有很多为潘展乐加油打气及祝贺的。我们继续往下，恭喜潘展乐，他创造了历史。不幸的是，他的经历是人性、正直、谦逊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非体育精神和傲慢的残酷对决。下一条评论，恭喜潘展乐，西方人应该感到羞愧，你用金牌证明了一切。下一条评论，典型的殖民主义优越感。下一条评论，英国女跳水队也是同样的冷酷。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及其媒体对中国的阴谋最终还是得逞了，真遗憾。祝贺中国游泳队和跳水队。下一条评论，美国队的绰号是翘踹和多动症队，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合法使用禁药。哈哈哈哈。我们看下一条评论，奥运会正在变成武器，制裁。我们继续往下，法国观众的反应太差劲了，迄今为止的所有比赛都是如此。下一条评论，我不会说这是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因为这是在比赛之外。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歧视。下一条评论，所有的竞争或博弈都是一样的，西方领导人需要时间来承认中国的崛起和实力。下一条评论，我确实在赛后立即看到了他的反应，我很失望。小潘实际上刚开始伸出手，但被忽视后又缩了回去。下一条评论，缺乏体育精神的傲慢只是白化病文化中整体种族主义和不尊重他人的一部分。下一条评论，中国总是最好的。下一条评论，你是最棒的，来自南美智利的问候。下一条评论，潘展乐也打破了反兴奋剂检测世界纪录。下一条评论，为什么在标题中使用指控一词？他只是向中国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下一条评论，潘展乐说的没错，正如他所说，他们一开始就是这样，典型的西方人，尤其是当他们输了的时候。以前也发生过，还记得2008年吗？下一条评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游泳运动员都在服用类固醇。下一条评论，我对他们检测中国运动员的次数没有意见，为了这项运动的诚信，但我认为，如果你要检测一个国家这么多的次数，你应该检测所有国家相同的次数，仍然是为了保护这项运动的诚信。下一条评论，潘展乐确实做得很好，他不仅揭露了一些国家的运动员的不尊重和傲慢，还让大家知道了英国卫报的误导性报道。下一条评论，为什么不把奥运会北约化呢？西方参赛者无法容忍中国获得金牌，尤其是在游泳项目上。下一条评论，
丑国有592名运动员，但只有5枚金牌；澳大利亚有460名运动员，有7枚金牌，而中国只有388名运动员，但已经获得9枚金牌，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只能获得更多铜牌。丑国，我认为只能获得参赛运动员人数最多的头衔。下一条评论，我从不认为《卫报》值得我花时间去评论，但我还是想说，《卫报》一直在刷新自己的下限。下一条评论，这个频道用的什么话题？他们懂英语吗？用指责的词汇羞辱一个19岁的游泳天才。潘展乐需要勇气来表达自己的质疑和不满，有理有节，祝贺冠军才是奥林匹克精神。我们看下条评论，翻译不准确。如果你想知道他的感受，你需要先学会这门语言，或者找一个会这门语言的人。你必须改掉你的标题，那是一种侮辱和误导。这位年轻人请求允许他表达他对中国游泳队所受待遇的不满。下条评论，潘展乐表现出色，澳大利亚和美国选手令人失望，他们输掉了金牌，只获得银牌和铜牌，真是可怜。下条评论，我们都有感情。作为一名幼儿园老师，我总是教孩子们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觉得不公平或不对，你有权大声说出来，表达自己的感受非常重要。潘展乐，你是个可爱又善良的孩子，你知道自己是在公共场合，所以还请求允许你表达自己的感受。你没有错，潘展乐没有指责，这不准确。我们看下条评论，我非常敬佩潘展乐，尽管他只有19岁，但他比那2个丑国和澳大利亚选手成熟得多。他很有自信，但又不咄咄逼人。祝贺你获得冠军，别听那个嫉妒的酸葡萄的话。我们看下条评论，美国游泳协会主席确实说过，他们要和对手讨价还价，这样美国才能获胜。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游泳运动员不断受到骚扰和兴奋剂检测，而一些美国游泳运动员由于身体原因，兴奋剂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兴奋剂检测。我们看最后一条，英国卫报呀，你需要找个更好的翻译。潘展乐夺冠前和澳大利亚人打招呼时，澳大利亚人对他视而不见，而不仅仅是他们没注意到他。这是什么媒体？你们真无耻！好的，各位朋友，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大家也看到了，网上这些评论估计是全球各地的，几乎都是挺潘展乐或者中国队的。这么高的全球民意，不知道英国卫报的人看得见吗？还是装睁眼瞎呢？同时也可以看到，像英国卫报这种西方媒体，现在它的名声已经臭大街了。